走在路上，因为踩到别人故意丢下的香蕉皮，摔得过18次之多。玩个蒙眼敲西瓜的游戏，却回回都被玩板捉弄，一棒子敲在了别人的脑壳上。这个憨憨的女孩，小伙伴们应该都熟悉，她就是坚持做人要真诚与正直的诈欺游戏的女主小白。大家好，我是戴眼镜的是话筒的拉下偏偏。之前咱们一起看了烧脑智斗悬疑推理剧《诈欺游戏》的第1季。一晃3个月过去了，因为同时干着好几个大项目，现在终于把诈欺游戏的第2季和剧场版干了出来。在第1季里，一封来自 LGT15 局的信将小白带入了恐怖的诈欺游戏当中。期间，他与天才诈骗师小智组成了 CP， 完成了诈欺游戏的前3轮游戏，包括第1轮的抢钱游戏、第2轮的少数决、败者复活赛的裁员游戏，以及第3轮的走私游戏。最终，凭借着小智的智慧和自己的圣母心，小白如愿以偿，让走私游戏的结果成为了所有人都幸福的样子，也就是平局。他们每人的储蓄卡上都有5个亿，刚好够还给 LGT15 局，而且都成功晋级到了诈欺游戏的第4轮。在游戏过程中，相信有很多角色大家都很印象深刻，比如擅长谋略、一次又一次卖队友的蘑菇头，比如害得小智母亲自杀的传销组织成员白毛。当走私游戏结束后，小智去见了诈欺游戏的主办者冷爸。原来他就是传销组织的幕后老大，如今已顽疾缠身。他之所以策划诈欺游戏，目的是验证自己对人性丑陋的判断。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，自己扭曲的价值观，最后竟然被小白的纯粹给彻底颠覆了。第2季的故事开始于2年后，2年期间，小白等人并没有收到第4轮诈欺游戏的邀请，而小智也像之前一样，在游戏结束后便踏上了无人知晓的旅程。风平浪静的日子让小白以为诈欺游戏已经结束了。然而，在他生日那天，第4轮的游戏邀请信突然出现了。于是，他心惊胆战地来到了约定地点。没错，这只是个生日玩笑，但巧合的是，真正的第4轮邀请也确实要来了。就在小白回了家的晚上，装着1亿日元的大黑盒子和带着邀请信的大金牙出现在了他的面前。按照以往的规则，如果要放弃下一轮，只需要将赢得的奖金交出1半给 LGT15 局即可。因为第3轮游戏是平局，每个人储蓄卡上的5个亿刚好抵消了游戏开始时的借款。不想继续参加的小白认为，这就相当于奖金为0，所以可以不付钱就直接弃权。这还能说啥呢？依照小白拯救苍生的圣母个性，这第4轮游戏他肯定是要参加了。经过一段时间的纠结，小白带着那1亿日元走下了 LGT15 局的车，等候他的是15局的老熟人冷姐，同一车上还有个陌生的女人。在第1季中，咱们提到小智在大学时学的是心理学。这个女人有一张合照，上面是小智、他以及其他同学和老师。如今的他经过了2年留学归来，在母校任职教授。为了方便，咱们就叫他女教授好了。同样是参加诈欺游戏的第4轮，但女教授并没有被安排与小白同一个赛场。看样子，她似乎与小智有些恩怨，具体是什么恩怨，咱们暂且按下不表。地点来到了第4轮游戏赛场，除了3个新面孔，等待小白的还有2个老熟人，一个是蘑菇头，另一个是他。なんでお前がここにいる？原来小智最近刚刚回来，就在他去母亲坟前看望时，冷姐找到了他，并邀请他参加第4轮游戏。本来小智认为自己已经弄清了诈欺游戏的全部真相，坚决拒绝，但冷姐却告诉他，事情并非如此。第1季小智见到的并不是主办者，只不过是其中一个投资人。想知道诈欺游戏的真正秘密，那就得继续参加游戏。好了，说回到第4轮游戏的比赛现场，根据面具男的介绍，这一轮的游戏是3对3的团队战，小白、小智和蘑菇头3人一队为太阳之国，另外3个新面孔眼镜哥、圆头哥、小魔女一队为月之国。游戏总共有3个，采取1对1的形式，每个国家的3人将被分别赋予先锋、中坚、大将的身份，代表自己的国家与另一个国家同一身份的人进行1个游戏的 PK。每个游戏期间，2个国家各有1次暂停游戏的机会。因为是团队战，整个第4轮采取3局2胜制，哪一个国家赢了2个游戏，就将全员晋级；相反，输的那个国家则将全员负债。要说这毁人不倦 ，LGT15 局果然还是拿捏的死死的。不过，相比2年前，现在的 LGT15 局倒是多少有了些进步。前面提到，参加这轮游戏前 ，LGT15 局发给了小白1亿日元，其他玩家自然也是如此。这一次，通过这1亿日元，玩家可以换取150个代表100万的筹码，即总共1亿5千万。而游戏结束后 ，LGT15 局将只回收1个亿，另外5千万算白给玩家的。听上去是不是敞亮了不少？别着急 ，LGT 的小算盘还在后面。转眼间，2国已经将先锋、中坚、大将分配好。在太阳之国这边，蘑菇头是先锋，小智是中坚，大将是小白；而月之国那边对应的则是圆头哥、眼镜哥和小魔女。第1场先锋战，他们要玩的游戏，你们可能都听过，叫24连俄罗斯轮盘赌。俄罗斯轮盘赌是一种非常残忍的游戏，据说起源于19世纪的俄罗斯监狱。
但也有说法认为它最早可追溯到克里米亚半岛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，这个游戏成为了沙俄军官酒后助兴的节目，并渐渐在俄罗斯流行起来，最终被冠以俄罗斯轮盘赌的大名。其规则十分简单，就是先在左轮手枪的弹槽中放入1颗或多颗子弹，然后任意旋转轮盘，再关上轮盘，接着让游戏参加者依次将枪口对准自己，扣动扳机。毫无疑问，这是个赌命的游戏。可偏偏现实中直到现在还有人为了寻求刺激去玩这个游戏，甚至不幸丧命。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，反正我是理解不了。说回剧情，24连轮盘赌，顾名思义，枪上有24个弹槽，可以实现24连发。但 LGD15 局自然不会是想要搞出人命。この銃は弾がある位置で引き金を引いても実弾は発射されません。只要枪声响起就算输，要支付给对国5000万日元。为了方便理解玩法，这回20世纪15局同样安排了演练。演练环节，双方分别派出的是小白和圆头哥。具体来说，首先两人分别选择3个弹槽装填子弹，只要彼此没有重复的，就算装弹完毕。咱们粗略计算一下啊，24个弹槽里一共装6颗子弹，相当于1/4的概率，还是很高的。按照小智的建议，小白选择了编号为18、20和23的3个弹槽。接着，由作为庄家的工作人员转动轮盘和关上轮盘，然后转枪，枪口对着谁，谁先来。如果这个人觉得枪里有子弹，不想开枪，可以选择 pass， 代价是放置1枚筹码。pass 之后，对方玩家同样可以选择 pass， 但筹码必须翻倍成2枚，以此类推。第3个 pass 的人需要再翻倍为4枚，第4个为8枚，第5个为16枚。2个玩家总共有5个回合可以选择，如果连续5个回合都是 pass 的话，将被视为留局，也就是黄了。这时庄家将回收场上的所有筹码1+2+4+8+16，总共31枚，相当于3100万日元。留局之后，庄家会直接开1枪，弹则会前进1格，不管想不想继续玩下一局。那如果有人不喊 pass 而选择了开枪，结果会怎样呢？有2种。如果是空枪，那么场上的筹码都归开枪人所有；如果枪响了，则场上的筹码归对手所有。此外，还要额外向对手支付50枚筹码。最终，当6颗子弹全部打出去，游戏就结束了，谁剩下的筹码多谁赢。演练结束后，正式游戏即将开始。太阳之国和月之国分别上场的是各自的先锋蘑菇头和圆头哥。虽然小白并没有在演练中看出什么门道，但小智则找到了不少线索，并判断蘑菇头也一定掌握了。在游戏开始前，小智还曾转动着手枪的轮盘，若有所思。面对满脸疑惑的小白，他是这样说的：11、12、13みたいに3連続で弾を込めるんだ。这样的话，只要第一发打出了子弹，下一发就选择 pass。如果下一发是空枪，说明刚才那发子弹就是对手装的；而如果连续打出了子弹，那刚才的子弹就是自己装的。这样就知道接下来的第3发一定还有子弹。这方法听上去是不错，但万一对方也如此操作，那不就白扯了吗？对此，小智给出的回应是那样更好，因为游戏有个 bug。原来游戏的第一发已经开始，到底是什么 bug？ 小智只能按下不表。小伙伴们也别着急，咱们接着往下看。的确如小智所言，蘑菇头明显是掌握了些东西。第一发一上来，他就盯着枪看，然后故作惊讶的啊了一声，像是发现了什么，接着来了句 pass。其实每一发的最开始必然要喊 pass 的，因为现在场上压根就没有筹码，所以你哪怕开枪赌对了，没子弹也1分钱赚不到。圆头哥战战兢兢的也说了 pass， 结果没成想蘑菇头紧接着又是一句 pass， 随后伴随着圆头哥说了第2次 pass， 总共已经 pass 了4次。按照前面说的规则，如果这回蘑菇头还要 pass， 那就要留局了。撃ちます。第一发是安全的，第2发里会不会有子弹呢？轮到圆头哥率先做决定，这还用想吗？当然又是 pass。见状，蘑菇头开始嘚瑟起来，声称自己能看见子弹在哪里。最终，经过2人总共3回 pass 之后，蘑菇头又一次选择了开枪，结果没有意外，依然是空弹，让他再次赢得5个筹码。同理，接下来的第3发同样是空弹，同样是由蘑菇头获胜。难不成蘑菇头真的能看到子弹？是，但又不完全是。各种原理其实就是此前小智没来得及解释的 bug。简单来说，在装完子弹之后，手枪轮盘不是需要转动一下吗？在演练的过程中，小智和蘑菇头都发现轮盘转动中会出现杂音，猜测手枪可能会因为装了6颗子弹而发生重心偏移。还记得小智在游戏开始前曾转动过轮盘吧？那其实是他在验证自己的猜测。当时他发现，只要子弹转的位置不变，轮盘最终停在的位置就会和之前相同。这个证据结合演练中子弹基本在下方的表现，刚好就证明了重心偏移确实存在。因此，小智的判断是，猜到了这一点的蘑菇头肯定把3颗子弹装在3个相邻的位置。如果对国也是这么做的，只要双方子弹位置不完全对称，重心就一定会偏移，子弹密集的那一侧一定会撞到下方。
也就是说，前期碰到子弹的可能性很低。问题来了，真的会那么巧，源头哥也会把3颗子弹装在相应的位置吗？俺が教えたからな。话说到此，蘑菇头看到子弹的原因已经解开了。子弹如果集中在下方，那么前几发就一定是空的。一眨眼的功夫，6发过去了。太阳之国的筹码已经比月之国多了70个。表面上看，蘑菇头好像有着压倒性的优势，但实际上，真正的危险才刚刚开始。这一点蘑菇头并非没有想到。事实上，通过游戏正式开始时轮盘转动的声音，他敏锐地察觉到重心偏移的十分严重，那就说明子弹可能十分密集。蘑菇头的3颗子弹和源头哥的3颗子弹离得很近，因此他做出了一个判断：到了第8发应该也是安全的。所以，当游戏进行到第8发时，他又开始演戏给源头哥看，假装好像在枪上发现了什么，然后确定了安全再开枪。你别说，枪上的确有东西，但那不过是蘑菇头用铅笔涂的，目的是让源头哥以为铅笔灰是弹药留下的痕迹，进而相信有铅笔灰的地方就有子弹，而没有铅笔灰的地方则是安全的。这个骚操作还真能让源头哥上了当。所以当游戏来到第9发时，这样的一幕出现了。前面提到，每个国家都是有一次暂停机会的。面对眼下这种状况，月之国的成员赶紧暂停游戏，商议对策。5分钟之后，商议结束，游戏来到了第10发。令人意外的是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小白突然意识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，表示如果继续这么玩下去，一定会输。大家应该记得，每名玩家最初都有1亿5千万的筹码，而最终则需要偿还给 RGD15局1个亿。按照前面得出的结论，一是子弹比较集中，二双方都是3个子弹相邻。在小白看来，如今已经打出了1颗子弹，接下来的第10发和第11发就必然是2颗子弹，而随后的第12发、第13发等等也都很可能是子弹。那么，为了不中枪，无论蘑菇头还是源头哥，大概率会选择 pass。别忘了，连续5次 pass 之后是会留局的。届时，庄家会开枪，将场上的31个筹码全部收走，总共高达3100万。这个发现让小白觉得应该和月之国的人联手，联合想要暂停游戏。但听完他的担忧之后，小智却不为所动，还表示不用担心，我们有对策。如小白所料，第10发、第11发均以留局结束，里面也的确都有子弹。游戏来到第12发，因为手枪一共是24发，源头哥的分析，此时还有13发没打，弹槽里可能有子弹的概率是13/3，并不算高。于是，当蘑菇头表示 pass 之后，源头哥认为，如果他自己 pass， 蘑菇头为了赢得更多的筹码，肯定会再次 pass， 等到第5回合时再开枪。撃ちます。事实上，源头哥的分析是错的。第13发有子弹的概率不是13/3，而是0。原理依然是咱们前面讲到的手枪重心偏移。之所以蘑菇头会在第3回合去开枪，不仅仅是因为他分析到了这一点，猜透了源头哥的小心思，同时也是在向源头哥撒些诱饵。在随后的第13发和第14发中，源头哥失去了斗志，一直 pass， 而蘑菇头则连续2次开枪不中弹。想想看，若是源头哥能保持这么颓废下去，那接下来这第15发肯定就要留局了。可偏偏这个时候，人家突然间画风大变。小伙伴们不用懵逼，我不是说蘑菇头在向源头哥撒诱饵吗？源头哥的这个举动恰恰就证明他上当了。那蘑菇头到底是怎么骗他的呢？说简单也简单，一个是通过一次次成功的开枪，让源头哥相信自己能够看见子弹；另外一个是对源头哥进行精神打击，强调他输得有多惨，然后趁着他崩溃，假装不小心说出这样一句话。没想到，仅仅是先锋战就产生了2亿7400万的差距。正是这句话令源头哥以为抓到了救命稻草，开始瞎分析一通。我的数学是不太好，不过依照源头哥的推算，要形成2亿7400万的差距，需要打满20发。也就是说，下一颗子弹应该出现在第21发，此前都是安全的。于是他便在第15发时选择了断然开枪。游戏进行到此，胜利对蘑菇头来说已经是板上钉钉。没想到就在这时，小白却提出了暂停。看过第1季的小伙伴应该都猜出来他要干嘛了。是的，小白又开启了他的圣母走位，希望能把游戏搞成平局。咱们先简单复盘一下，一共6颗子弹，分别在9、10、11、15、16、17 6个弹槽。游戏第9发时，源头哥中弹1次；第10发和第11发留局；第15发时，源头哥又中弹1次。眼下子弹还剩2颗，刚好就在第16发和第17发中。所以，只要这2发蘑菇头都中弹，那么双方的中弹次数就是2比2平，也就形成了平局。因此，我们看到，为了劝蘑菇头故意向自己开枪，小白开始谎称平局后有个计划能让他大赚一笔。本来蘑菇头并不相信，但当他询问小智时，小智的一句“我们更喜欢放长线钓大鱼”，让他的心里开始泛起了嘀咕。
当游戏来到第16发和第17发时，挣扎了半天的蘑菇头最终选择了向自己开炮。等他得知小白是在骗自己，而小智的那句话指的是要查出 LGD 事务局的真面目时，游戏已经结束，后悔也来不及了。就这样，先锋战落下帷幕，中间战即将登场。第二个游戏名为17扑克，顾名思义，总共有11张扑克，包括4张勾、4张圈、4张 K、4张 A 以及1张鬼牌。在游戏中，2个玩家每人会被发5张牌，然后进行大小的比较。同样的，为了让大家能够熟悉玩法，LGD 事务局再次安排了一场演练。太阳主国这边因为觉得自己擅长打牌，小白主动请缨出战，而月主国这边出场的则是他们的中间眼镜哥。演练开始，在面具男的讲解下，庄家分别演示了游戏中可用的2种洗牌方法：戈韦式洗牌法和印度洗牌法。其实咱们平时玩扑克洗牌也是用的这2种方式，大家记住，这2种洗牌的方式也是这伏笔。洗牌结束以后，玩家要分别进行一次切牌，指定从上往下的第几张牌为界，将上下2部分的牌进行换位。切牌完毕，在玩家拿出5枚筹码作为抵注以后，庄家交替着发给每人5张牌。当双方在看过牌后，便进入了第1轮下注。最开始的赌注额度为5到15枚筹码。当一方下注后，另一方有3种选择：加注、跟注和弃牌。觉得对方下注太低就加注，金额必须高于对方的下注金额；觉得刚刚好就跟注，金额需要与对方的金额相同。面对自己的牌没信心，就直接弃牌认输。那时庄家将会收走2人的底注，即10枚筹码，而剩下的筹码则由对方拿走。发现了吗？这2局游戏庄家都是有的赚的。这就是为啥前面我说，虽然这次 LGD 借给玩家1.5亿，确实需要还他们1亿，其实并不是发善心，而是通过不同的游戏机制，有信心能把这个钱收回来。LGD 可不做亏本买卖。如果没有弃牌，在顺利完成了第1轮跟注后，将来到换牌环节。换牌的张数不限，由决定下注金额的玩家先换。这么说大家可能有点懵，举个例子吧。在演练的第1局中，眼镜哥先下注了5枚筹码，而小白的选择了加注，下了10枚筹码。接着眼镜哥又进行了跟注，补上5枚筹码，这样双方就都是10枚筹码。而10枚筹码这个注是小白先定的，那按照规则，先换牌的就是小白。3枚で。换牌之后是最后一次的下注，此时最高可以下30枚筹码，对方如果不跟，将被视为弃牌；如果跟了，则到了亮牌比大小的时刻。表面上看，这个游戏好像和普通的扑克游戏没什么不同。玩过德州扑克、炸金花、梭哈的小伙伴肯定在心里说就这。但别忘了，这个游戏里有鬼牌的存在。一共11张牌，发给2个人，1人5张，还剩下7张牌没发，而2人又都有1次换牌的机会。如果你牌足够好，开局5条或者同花顺，当然也可以不换，但大部分情况下你会换掉其中1张到3张牌。为啥最多换3张？咱们后面再解释。假如2人1人换3张，那7张牌里就只剩下了1张牌没发，鬼牌就有很大的概率已经到了2个人其中1人手中。前面大家看到了4张一样的，比如4张 A 和1张鬼牌组合起来就是5条，此时鬼牌相当于是 A。同样道理，2张一样的加1张鬼牌就是3条，3张一样的加1张鬼牌就是4条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手里有鬼牌，那么剩下的4张都不一样的话，那必然是从勾到 A， 加上鬼牌可以代替10，那就成了顺子。有2张一样的话，再加上1张鬼牌，至少是3条。所以只要有鬼牌，赢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。相反，如果手里没有鬼牌，一共5张牌，只用勾圈 K 来组合，则必然会有一个对子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前面说，正常情况你最多只会换3张牌，你的起手牌越好，你需要换掉的牌就越少，而你最差也能有一个对儿，你当然不可能把这个对儿拆了，肯定会留下这个对子，换另外3张，看能不能凑成3条、4条，甚至5条，对吧？所以说，正常情况下最多只会换3张牌。令人费解的是，在演练的最后1局，眼镜哥却换了4张牌，这让小智感觉非常不对劲，怀疑眼镜哥可能是找到了什么关键。转眼间，17扑克正式开始，游戏总共7局，7局结束以后，筹码更多的玩家将被视为获胜。需要重点强调的一点是，每一局开始，庄家都会用一副新扑克来发牌，就是每玩1局以后，之前的牌就作废了，再开一副新的玩。第1局，庄家判定由小智先切牌，小智的初始牌是顺子，在他下注10枚筹码后，眼镜哥选择跟注，游戏来到换牌阶段。这就有点纠结了，顺子不错，换了搞不好牌会变小，可如果不换的话，那眼镜哥可能会觉得你的牌很大，然后选择弃牌。换做一般人肯定会为此左右为难，可他们的小智是一般人嘛，他的做法是留下鬼牌和 A， 换掉另外3张牌，然后下注10枚。对此眼镜哥的表现也很淡定，直接选择跟注。秋山様、エースの3カード、菊池様、ジャックとキングの2ペアで。小智的这个牌其实就验证了咱们前面的分析，只要手里留着鬼牌，无论怎么换，最小都会是3条。
之所以选择换掉3张牌，我猜他是想让眼镜哥以为自己的牌很差，从而引诱他跟注。该说不说，稳定输出还得是小智。第2局获胜的依然是小智，连输2局，让月之国那边的源头哥和小魔女坐不住了。何震えてんだよ。しっかりしろよ。通过演练和这2局，还真就如小智此前猜测的那样，让他找到了必胜法。小伙伴们应该记得，前面咱们提到，有了鬼牌，赢面会更大。第3局还没开始之前，眼镜哥就信誓旦旦地告诉队友，说自己已经可以操控鬼牌，鬼牌一定会发到自己手里，而且位置还是整个牌面的左边第1张。第3局开始后，一切果然如他所言。以上就是扎奇游戏第2季前2集的内容。当然留下了不少的伏笔和疑问，为什么眼镜哥能够精准地掌握鬼牌？对此，小智要如何破解？还有那个神秘的女教授，在小智这边进行到10级扑克时，他在另外的赛场也带着团队轻轻松松地赢得了第1个游戏。到底他与小智曾经有着怎样的故事？小智架势，将来肯定是要与小智大战一番。扎奇游戏第2季的后续剧集以及作为结局的剧场版都非常精彩，有着比第1季更加精彩绝伦的烧脑对抗，一个视频当然说不完。如果你听了我的解说，想要跟着我的节奏，同小白和小智一起从扎奇游戏的第4轮打进半决赛，打到总决赛，挑战大脑的思考极限，体验酣畅淋漓的制作快感，可以来咱们的老地方订阅片片的最新专栏《扎奇游戏2》，咱们一口气榨干脑细胞，把扎奇游戏玩到通关。拜了个拜。